我农大硕士回村种榴莲那天，全村都笑了。你要是能种出来，我倒着走路。3年后，第一颗榴莲落地。那个说倒着走路的人真的站到了我面前，而当初那个最瞧不起我的人，在村委会的庆功宴上，当着全村的面说了一把。陈寻，我老李头这辈子没服过人，今天我得说，你是咱村的骄傲，让我第一次红了眼眶。回到云栖村那天，我身上只背了一个包，包里装着2样东西：一张农大果树学硕士毕业证，一份云栖村后山30年的气象数据。老榕树下的石凳上坐着几个老人，我走过的时候，三婆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我来。这不是老陈家的阿寻吗？毕业了。毕业了，三成。在哪里上班？回来了。三婆愣了一下，然后转头跟旁边的老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我懂，陈家的儿子念了那么多年书，回来了，没出息。我没解释，我从包里掏出那份气象数据，又翻了一遍。数据是我在导师李教授的实验室里调出来的。云栖村后山那片坡地，海拔在300米到450米之间，南向坡，冬季有山体遮挡北风，土壤是微酸性红壤，年均温比同纬度地区高出将近1度。这几个条件摆在一起，在我这个学了7年热带果树栽培的人眼里，只有一句话：能种榴莲。村支书陈叔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后山那片坡地，你要包来做什么？种榴莲。烟灰又掉了一截。陈叔看着我，大概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开玩笑。我今年25岁，念了7年农大，晒得不算黑，但手上有在学校实验地里干活磨出来的茧。陈叔看了我一会儿，大概看到了那些茧，把烟叼回嘴里。荀仔，你晓得榴莲长在哪里不？马来西亚、泰国、海南。你晓得咱云教村在哪儿不？北纬25度。你觉得能种？我把手里的土壤检测报告、气候可行性分析和坡度、坡向测绘图纸一张一张铺在他桌上。陈叔不识字，但他看得懂最下面那个红章，华南农业大学热带果树研究所。他盯着那个章看了很久。你老师也晓得这事儿？我导师签的字。陈叔把烟掐了，烟灰缸里已经攒了一堆烟头。他又点了一根新的，吸了2口，然后把烟往桌上一拍。你要多少亩？100亩，30年租期，前3年免租。村委要讨论，我等着。讨论了2天，据说会上吵得很凶。有人觉得我一个毛头小子占那么大一片地不公平，也有人说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如让他试。最后是陈叔拍了桌子，人家拿出大学研究所的报告来，你们谁拿得出来？他要是种砸了，地还在，又不少块肉。合同签了，100亩坡地，30年租期，前3年免租金。陈叔大概觉得我碰了壁就会死心。3年没成果，地收回，租金照补。行。签完字那天晚上，我给导师李教授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陈寻，你是我带过最倔的学生。老师，那15万，明天打你账上，但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谢谢老师。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爬上了后山，月光照着满坡的荒草，风一吹就沙沙响，像在笑我。我蹲下来抓了一把土，握在手里攥了攥，又摊开手掌对着月亮看，红壤沙质的攥紧了成团，松开手就散。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是对这片地说，也是对自己说。3个月后，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100亩坡地开出了梯田，有机肥翻进了土里，灌溉管道铺到了每一块地的地头，防风林的小叶懒人也栽下去了。万事俱备，只差树苗。一株80块，定金付了6万，苗是从海南一家大苗圃订的，发货日期写在了合同上。我每天掰着手指头倒数，临发货前3天，电话来了。陈先生，不好意思，您订的那批苗发不了了。我正蹲在地头啃馒头，听到这句话，手里的馒头掉在了土里。什么意思啊？有家大公司出了更高的价，全包了，定金退你，违约金赔你，总共7200，下午打你账上。抱歉。
我蹲在地头，手里还保持着拿手机的姿势，屏幕已经黑了。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晒着头顶，汗水顺着鬓角淌下来，流进嘴角。2000株苗没了。工人都请好了，种植坑都挖好了，有机肥都翻进土里了。明天就是定好的定植日期。我在坡地上来回走了不知道多少趟，把脚下的红土踩出了一条小路。第二天早上，我买了飞海口的机票。苗圃老板姓孙，40来岁，在海南做了20年榴莲种苗生意。我从早上6点钟开始，在他苗圃门口等到日头爬到头顶，又等到日头偏西，中间拦了他3次。第一次他绕着我走，第二次他叫保安，第三次他终于停下来，不耐烦地看着我。我都说了，没苗了，大客户定了，合同签了，你蹲到明年也没用。300株？什么？我只要300株，尾货、弱苗，别人挑剩下的，品相不好的我都认。孙老板看了我很久，那种眼神我在村里见得多了，看疯子的眼神。300株尾货能干什么？能种。他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嘬了嘬牙花子，转身走进了苗圃。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工人推着板车出来了。车上歪歪扭扭摆着几百株苗，叶片蔫的蔫，黄的黄，嫁接接口有的愈合的都不太利索，根团松散，一看就是被人挑剩下的次品。就这些，要不要？要。我蹲下去检查苗情，翻了2株看了看根系，就这些，不挑。没什么好挑的。我付了钱，连夜打包装车，联系物流发回云栖村。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我洗了把脸，对着镜子里晒脱了一层皮的自己看了很久。2000株壮苗变成300株弱苗，差距是2000减去300等于1700，是13600块钱的定金打水漂。但我不怕，只要有苗，我就能自己育。300株弱苗运回云栖村的那天，全村人都出来看热闹了。3轮车把苗卸在坡脚下，包装膜一打开，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了一阵哄笑。那些苗确实寒碜，叶片发黄卷曲，根系稀稀拉拉，嫁接接口的愈合组织长得歪歪扭扭，放在任何一个苗圃里都是当垃圾处理的货色。有人扯着嗓子喊：群仔，你花了30多万就买这，路边随便挖棵野树都比这精神，这能种活我倒贴你钱。我没接话，我一捆一捆地把树苗往坡上扛，从下午扛到天黑，肩膀磨掉了一层皮，汗水把衬衫淹得能拧出盐。搬完最后一捆，我一屁股坐在坡顶上，对着满坡新开的梯田和脚边那堆蔫巴巴的弱苗，一句话都不想说。但我不慌，那300株弱苗我没有直接种到百亩果园里，我在坡顶最背风向阳的位置辟了一块小台地，把它们一颗一颗精心栽下去。栽完之后又搭了遮阳网，早晚各浇1次水，用最好的有机肥调了生根，水灌根。我在台地边上插了块木牌，用记号笔写了3个字：母本源。与此同时，我通过李教授的关系，从海南热作所和马来西亚那边搞来了几种抗寒性更强的砧木品种。有一种叫野猫流的野生榴莲品种，根系深，抗逆性强，在云南西双版纳海拔1000米的山上都能活，万事俱备。我的计划不是在台面上写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用这300株弱苗做母本，用那些抗寒砧木做底座，一颗一颗亲手嫁接。这个计划很慢，比直接买苗慢得多，但它走得通。嫁接是个精细活儿，我在农大练了4年，手不生。那段时间我几乎长在了坡上，天不亮就起来巡园，查看母本树的长势和接穗的成熟度。晚上打着灯在苗圃里嫁接、劈接、切接、复接，不同粗细的砧木用不同的接法。接穗要选什么？要选母本树上最健壮的、芽眼饱满的当年生枝条。砧木要怎么削？切口要平滑，形成层要对齐，绑扎要松紧适度，裹薄膜、泡带、遮阴，一道工序都不能省。刀刃钝了，就在磨刀石上蹭2下，接着干。手上的伤口从来没断过，嫁接刀划的，枝条刮的，旧的没好，新的又来，掌心和指腹全是硬茧。2个月后，我蹲在地头数了数，成了300多株新苗，成活率不算特别高，但够用了。第一批苗活了，就有第2批接穗，第2批活了，就有第3批。树生树，苗生苗，数学很简单，需要的就是时间。那天傍晚，我坐在坡顶上，晚霞把整片山染成红色。山脚下的云栖村炊烟袅袅，有人在喊自家孩子回家吃饭。我拧开水壶灌了一口凉水，觉得这辈子第一次尝到了甜的滋味。然后第2天早上我去巡园的时候，发现少了50株，土坑还新鲜着，断根从土里翘出来，像是被人匆忙拽走的。我蹲下来看了看土坑的形状和深浅，又看了看坑边上的脚印，42码的解放鞋，鞋底花纹是米字格，我认得这双鞋。我表哥陈耀祖的，陈耀祖比我大5岁，小学毕业就没再念了，在村里种了几亩菜地，日子过得紧巴巴。我回来种榴莲之后，他来找过我一次。那天傍晚，他拎着2瓶酒晃到我院子里，满脸堆笑。荀仔，听说你那个什么母本源的苗长得不错，还行。他递过来一根烟，能不能给哥弄几株？
我也想试试种榴莲。我没接那根烟，我说耀祖哥，你要真想种，我可以教你技术。苗你花钱买也行，拿别的树跟我换也行，但要白拿不行。他脸上的笑当时就僵了一下，然后打着哈哈说，兄弟之间还这么计较？我说不是我计较，这批苗是我一颗一颗亲手接的，每一颗都有编号，少一株我都知道。陈耀祖走了，酒也拎走了。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后来想起过很多次，笑里藏着东西。1周后我的苗就少了50株，我没去找他对峙，我顺着脚印往东走了大概2里地，在一片低洼地里看到了那些苗，它们被歪歪扭扭的塞在积水半尺深的烂泥里，叶片已经开始发黄，根系泡在泥汤里，连最基础的排水沟都没挖。陈耀祖正蹲在地头浇水，他看见我走过来，手里的水瓢啪的掉在了地上。寻仔，这片地种不活。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的脸，榴莲最怕落根，你这地的水位比水稻田还高。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尖。你念了几年书就了不起，回来跟我抢饭吃。他把水瓢往地上一摔，泥水溅了我一裤腿。我告诉你，你那破榴莲我还不稀罕偷，这苗是我自己买的。我没跟他吵，我看着他脚上那双42码解放鞋，又看了看那50株正在泥水里慢慢烂掉的苗，转身走了。当天晚上舅妈就找上门来了，她叉着腰站在我家院子里，嗓门大的整条巷子都能听见。陈寻，你个没良心的，你表哥就种几颗榴莲，怎么了？那山是你家的，你能种别人不能种？你念了几天书，眼睛长到头顶上了。我靠在门框上听他骂，等他换气的功夫，问他要不要喝口水，他被我问的噎了一下，接着骂。我又听了5分钟，等他骂完了，我说了一句话：舅妈，你让耀祖把苗移到高地上去，挖排水沟，起高垄，把根系抬上来，不然活不过这个月。舅妈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说这个，她张了张嘴，最后哼了一声，扭头走了。走路的时候拖鞋啪啪响，像在发脾气，也像在下台阶。我没管那50株苗，但后来听我妈说，陈耀祖到底还是把苗移到了高地上去，还照着我说的方法挖了排水沟，起了垄，秧子蔫了大半个月，最后活了大半。我没去要回来，也没让他还。那段时间我闷头干活，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果园里。新一批嫁接苗下了地，从母本园扩到了果园的第一批梯田里，100多株、200多株、300多株，数字在笔记本上一点一点往上涨。每一株我都编了号，记录了针木来源、接穗来源、嫁接日期和生长情况。树苗在我的照料下慢慢长起来了，从筷子粗的嫁接枝蹿到拇指粗，又从拇指粗蹿到手腕粗，叶片浓绿油亮，在阳光下泛着蜡质的光泽。我开始在建园的同时铺灌溉系统，主管道从山涧的水源地引过来，支管道铺到每一块梯田，末端的滴灌带绕到每一棵树的树盘下。那些日子我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天不亮爬起来巡园，上午嫁接或者修剪，下午铺设管道或者施肥，晚上打着头灯记录数据和补接不成功的苗。一天3顿饭都在地头吃，有时候吃着吃着靠在树上就睡着了，醒过来馒头被蚂蚁搬走了一半。村里人从最初的笑话变成了好奇，再变成了某种复杂的沉默。有时候我蹲在坡上吃饭，能看到山脚下有老人拄着拐杖往上望，望一会儿摇摇头走了。也有主动上来搭话的，问我榴莲树怎么浇水，怎么剪枝，我一一回答了，能帮的都帮了。我以为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年秋天，山火来了，半夜我在睡梦中被一股焦糊味呛醒，爬起来推开窗，后山半边天都是红的，火线像一条发疯的蛇，正顺着东坡往上窜，那个方向正好是我的果园。我鞋子都没穿好就冲了出去，等我冲到坡下的时候，火已经烧到了果园边缘，干燥的秋草像浇了油一样噼里啪啦的烧，火舌舔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一片火海，热浪扑面，烫得眼睛都睁不开。那些长了快1年的嫁接苗，几株已经被火吞了进去，叶子在火焰里卷曲燃烧，化成灰烬，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像骨头断裂。我脱了外套，在旁边的水沟里浸湿，裹在身上就往火里钻。陈寻，你疯了！有人在后头喊，我没回头，我用浸湿的外套扑打火苗，用铁锹拼命铲土扬上去，压火线，火星溅到脸上、脖子上、手臂上，烫出一个个水泡，皮肉烧焦的味道钻进鼻子里，我什么都顾不上，我只知道这些树要是烧了，我就什么都没了。村支书陈叔带着几10号人赶来了，镰刀、铁锹、水桶，什么家伙都有。有人拎着打火拖把，有人拿砍刀砍隔离带，火光照得满山通明如昼，人脸在火光里明明灭灭。别往火里钻，先砍隔离带。陈叔一把揪住我的领子，把我拽出来，我摔在地上，嘴里灌了一口灰。我爬起来又冲了进去，脸上胳膊上全是水泡，头发撩掉了一小半，左脚拖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脚底板糊着血和泥。我不管，我只要把火压住。折腾了3个多小时，明火总算被压住了，消防队也赶来了，接管了火场。天亮的时候，火彻底灭了。我瘫坐在烧焦的地头，浑身是灰，像从炭窑里掏出来的，衣服烧的全是窟窿，
露出来的皮肤上水泡落水泡，有的已经破了，流着透明的组织液。果园的损失清点出来了，100多株柚树没了，烧成了焦黑的棍子，戳在灰烬里，东倒西歪地立在烧焦的土地上。连我亲手编了号做了特殊标记的那几株核心踩碎树也没能幸免。陈叔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他就自己点上了。这火起得怪。他吐了口烟，看着东山脚的方向。东山脚那片没人家，也没电线，怎么就半夜着起来了？我没吭声，我在地上扒拉了几下，从灰堆里捡出一个东西，一个烟头，过滤嘴的牌子，是本地很少见的那种。我把它捏在手里，捏了很久，然后揣进了兜里。消防队后来出了调查报告，结论是干燥季节山火起火原因不明。我没有把烟头交上去，但当天晚上我买了全套的监控设备，太阳能供电、红外夜视、摄像头覆盖了整个果园的每一个角落，不留任何死角，装监控。那天二婶路过看见了，叉着腰笑：荀仔，你这搞得跟银行金库似的，咱村又没贼。我没抬头，继续拧螺丝。有备无患。烧毁的树苗拔了重新种，烧焦的土地翻了重新整。我顶着满身的水泡又下了地，手上的茧比原来更厚了。新苗种下去，滴灌带重新接好，防风林补种了被烧掉的几棵，日子又恢复了之前的节奏。天不亮起来，天黑透了才回家。不同的是，现在每天晚上回家之前，我要先在手机上看一遍监控回放。冬天来的时候，我以为最难的日子已经熬过了，结果寒潮来了。下午气象台的预警短信弹到手机上，北方强冷空气南下，预计今夜气温将降至0度以下，山区可达-3度，有霜冻。我盯着-3度这4个字看了足足有1分钟。榴莲是热带作物，低于15度就开始生长缓慢，低于10度就会出现寒害，低于5度就会大面积冻伤，-3度这是要命的。100年来这片土地从未有榴莲存活，100年来也没有人像我这样疯到要在这里种榴莲。全村都觉得我这回彻底完了。有人在坡下转悠，大概想看看我这个大学生怎么收场。二婶甚至端了碗汤圆过来，说：荀仔啊，输了就输了，别熬坏了身子。我没时间理会那些眼光，我骑摩托车冲到镇上农资店，把店里所有的防冻涂白剂、地膜、稻草全包了。老板看着我脸上还没好利索的烧伤疤，叫出了声：你不是那个山上着火那个？还有没有稻草？库存的也要。下午3点开始干活。涂白剂是用石灰、硫磺和盐按比例调的，刷在树干上能反射阳光，减少昼夜温差造成的皮层冻裂。在学校实验室里，我拿着配方做过模拟实验，一组涂白，一组不涂，在模拟-5度环境里，温差差了将近2度。但这个配方从来没有在真实的果园、真实的寒潮里验证过。200多棵树，我一棵一棵地刷，蹲下蘸料，顺着树干从根颈部往上涂抹，每一棵都要涂到嫁接口以上。刷完一棵站起来，膝盖嘎嘣响一声，然后再蹲下去刷下一棵。从天亮刷到天黑，手冻得握不住刷子。涂完树干，开始铺树盘，先在根部盖一层厚厚的干稻草，再附上地膜，用土压紧。每一棵树盘都要做成微微隆起的馒头形，这样冷空气会沿着坡度往下滑，不容易在根部积聚。干完这些已经是凌晨2点，气温开始直线下降，呼出的白气在头灯的光束里翻滚。还不够，我在果园里每隔一段距离堆了一堆发酵肥，浇上水让它发热，这是增温堆肥法，利用微生物发酵产生热量，提高小环境的温度。李教授那篇关于寒潮应急防冻的论文，我读了不下20遍，每一个数据都刻在脑子里。此刻我在真实的寒潮里做第一次验证。堆肥开始发热的时候，果园里的温度确实比外面高出了一些，但没有实验室模拟的那么多。真实的户外环境有风、有湿度、有地形造成的冷空气积聚，任何一个变量都会影响效果。我拿着温度计一棵树一棵树的测，手指冻得跟胡萝卜一样，又红又僵。温度计上的数字每跳一次，我的心就揪紧1分。那一夜我没有合眼，我在果园里来来回回走了12个小时，检查涂白有没有被风吹脱落，地膜有没有鼓起来漏风，堆肥的发热还在不在。有几次我实在冷得受不了，就蹲在发酵肥堆旁边取暖，闻着那股酸腐的热气，眼睛盯着温度计上的数字，1秒都不敢移开。凌晨4点，气温降到了最低点，温度计显示-2度8。霜白从山坡下慢慢往上爬，像一层薄薄的雪附在草叶上、石头上、地膜上。我的手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但还是举着温度计，一棵树一棵树地走过去。在树盘附近的温度比外面高了将近2度，涂白剂的反射效果起了作用，稻草和地膜锁住了地温，发酵堆肥在持续放热。每一个单项措施都在发挥作用，组合起来的复合效果，让树干周围的微环境勉强维持在了不会冻死的临界线以上。临界线就差那么一点点。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瘫坐在坡顶上，浑身僵硬的像块木板。霜花开始融化，顺着草叶往下滴水。我来不及休息，一株一株的解开地膜，检查树干有没有冻伤的痕迹，黑斑、水渍状，皮层发软。1株、2株、3株、
一上午检查完所有的树，冻伤大概1/3，主要是树梢的嫩叶和末端的细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冻害，但主干保住了，根系保住了，只要主干和根系还在，春天就能重新发芽。1/3换做毫无准备的种植，这样的寒潮足以让整片果园全军覆没。陈叔带着人上山来查看情况，他在坡上站了很久，看看满山坡挂着霜白的树，又看看蹲在树下检查冻伤、一身狼狈的我，半天没说话。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话：有学问的人种地是不一样。那是他第一次夸我，就这么一句话，让我觉得那一整夜的零下3度，每一秒都值了。寒潮过后，村里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是看热闹、看笑话，现在多了些别的东西。有人开始主动上来搭话，问我榴莲树怎么修剪、怎么施肥。有婶子蒸了包子路过坡下的时候，会给我留2个。二婶儿来送过一次红枣银耳汤，放下碗就走了，一句话没说。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考验还没来。第3年春天，满山的榴莲树已经长到了3-4米高，树干粗壮，树冠浓密，从坡下往上看是一副枝繁叶茂的好光景。可问题也来了，不开花，一棵都不开。300多棵成年树，枝繁叶茂，绿油油一片。我每天在果园里转，从早上转到天黑，一棵树一棵树地检查，没有花苞，一个都没有。那天我坐在坡顶上，对着满山的绿油油的果树，第一次觉得心里发慌。村里的闲话又起来了，早说了吧，北纬25度种不出榴莲，树长得越好越不会结果，这玩意儿认地儿。这么多年白辛苦了。它要是能种出果来，我倒着走路。我把李教授请来了云栖村，他在果园里转了3天，看了我的土壤数据、气温记录、灌溉日志，翻了我每天记的种植日记，最后站在一棵最壮的榴莲树下，仰头看了好一阵。他说，基温确实偏低，树体没有感受到足够的生存压力，所以它不急着繁殖。在原生地，榴莲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交替，旱季的适度缺水正好起到了胁迫作用，启动生殖生长。但你的灌溉条件太好了，水肥供应太稳定，树过得太舒服了。应该怎么办？让它急。李教授转头看着我，阶段性干旱胁迫，在花芽分化的关键期断水，让他觉得自己快死了。断多久？2个月。我愣住了，种了3年树，天天精心伺候，怕他渴了，怕他饿了，现在要反过来折磨他。你下得去手吗？李教授看着我，我沉默了好一阵。下得去。断水是从4月初开始的，花芽分化的窗口期，我关了滴灌系统的总阀门，封了蓄水池的出水口。做完这些动作之后，我在阀门前面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没有回头看。第1天树没什么反应，第3天表土开始微微发干，第5天树盘下的土壤从湿润的红褐色变成了浅红色，表面出现了细细的裂纹。第7天树体的反应开始出现了，叶片从中午开始微微发卷，尤其是树梢的嫩叶，在正午的日头下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到了傍晚气温降下来，才稍微恢复一点弹性。第10天连老叶也开始下垂了，整个树冠看起来没有精神，像生了一场大病，有些叶子开始出现轻微的褪色，从浓绿变成了黄绿。我每天拿着土壤湿度计在果园里走，一寸一寸地测，湿度在一天天往下掉，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第15天出事了，有几棵树的叶片边缘开始出现焦黄，叶尖干枯卷曲，用手一捏就碎成粉末。一株当初从海南拉回来的老树情况尤其严重，老叶大量脱落。我蹲在它下面，看着满地的落叶，拳头攥的指节发白。村里人看见干裂的树盘和萎蔫的树冠，慌了。二婶最先冲上来，荀仔，你是不是疯了？你看看树都蔫成啥样了，3年好不容易长这么大，你要旱死它们？不能浇。为啥不能浇？树都快死了。就是要让他以为快死了。我蹲在那棵掉叶子的老树下面，手按在干裂的树盘上，只有感受到死的威胁，他才会响声。二婶用一种这孩子彻底疯了的眼神看着我，跺跺脚走了，走到半路又折回来，把一碗绿豆汤墩在坡边上。呵，别墅没旱死，你先倒了。最难熬的是第3周和第4周，第一罐阀门就在那儿，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好几次我的手都放到阀门上了，脑子里有2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开了吧，浇透10分钟的事，树叶子明天就能重新舒展开，另一个说不行，现在浇了前面3个星期的煎熬全白受了，树会记住这一次欺骗，以后再断水就不灵了。我把手缩回来又伸出去，伸出去又缩回来，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白天在果园里转，晚上在果园里转，一遍一遍地检查树体的状态。我必须在让树感受到死的威胁和不能真的让树死掉之间走一条极细极细的钢丝。什么尺度是刚好，什么尺度是过了，没有人能告诉我。李教授隔3差5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把数据报给他，他在那头沉默一会儿，给出意见，但他不在现场，最终做判断的人是我。第5周，更让我睡不着的事发生了，10几棵树出现了明显的重度干旱症状，老叶大量发黄脱落，枝条开始出现回枯，树皮的光泽消失了。
我在其中一棵树下站了很久，仰头看着它光秃秃的枝干和最后几片挂在上面的黄叶，手心里全是汗。这棵树是不是撑不过去了？如果是，我断水的决定就错了；如果是，3年的心血就毁在了我自己的手里；如果它死了，是我亲手杀死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坐在那棵树下面，后背靠着它干裂的树皮，坐了一整夜。月亮从东山升起来，又往西山落下去。我一夜没说话，只是在心里反复做着判断。第二天早上，李教授打来电话，我把照片和数据发了过去。他在那头沉默了好一阵，他的声音很稳。再坚持，再检查2天，这棵树底层的树叶流动还存在，它只是在休眠，不是在死亡。在临界点之前，不要松手。第61天，从断水第1天算起，整整2个月。4月28号清晨6点10分，我照例在老树的枯枝间寻找某种迹象，在那根最粗的老茎上，在粗糙的灰褐色树皮之间，在晨光刚刚照到的那一面，鼓起了一个嫩黄色的小包，花苞只有米粒那么大，表面有一层细密柔软的绒毛，在晨光里泛着微微的光泽。我蹲在那棵树前，凑近了看，又拉开距离看，又凑近了看，然后我站起来在果园里疯跑，一棵树一棵树的检查，手在抖，腿也在抖，看什么都像花苞。那一天，我在果园里一共找到了300多个花苞，大大小小，分布在不同的树上。我蹲在第3排的那棵树下，蹲了很久，晨光越来越亮，照在那些花苞上，像一小片一小片凝固的阳光。然后我发现自己在哭，眼泪砸在干裂的泥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李教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陈寻，恭喜你，北纬25度种榴莲开花，你在龙国做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进入了另一种疯狂。榴莲花是典型的夜间开花，凌晨授粉的类型，傍晚花瓣开始松动，午夜完全绽放。凌晨3、4点钟，花粉活性达到高峰，到了第2天中午，花瓣就开始萎蔫脱落。每一朵花的有效授粉时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300多个花苞不是同时开放的，这一批刚授完粉，下一批新的又开了。光靠我一个人，就算有3头6臂也忙不过来。我雇了6个工人，加上我自己，每天凌晨3点开始干活。你知道凌晨3点的榴莲园是什么样子吗？头灯的光束在黑暗里交错晃动，四周安静的只剩下虫鸣和露水滴落的声音。偶尔会有山鸟被灯光惊动，扑棱着翅膀消失在远处的树影里。空气微凉湿润，榴莲花特有的那种清甜香气在暗夜里若有若无的浮动。我们打着灯站在树下，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采集副本的花粉，再一株一株地涂抹到母本的柱头上。1朵花，2朵花。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白天还要巡园、施肥、记录数据，晚上天还没黑透就倒头睡下去。凌晨2点钟又爬起来准备授粉工具，但你问我累不累？一点都不累。我已经等了好几年，不差这一阵子。授粉结束后不久，那些成功的花朵开始做果，先是花瓣从枝头凋谢，然后小小的子房开始膨大，最初只有花生米那么大，过1周变成了核桃那么大，再过1个多月，已经长成了拳头大小的青绿色果子。果皮上开始出现猫山王标志性的短刺，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我每天巡园的时候，都会在那些果子前面站一会儿，看着它们一天一天长大，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那种踏实是这几年从来没有过的。就在榴莲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出事了。那天下午，我正在镇上买农资，手机突然震个不停，打开一看，是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附带一个短视频平台的链接，视频标题写着几个大字：北方种榴莲，专家称或用药剂干预。下面的内容直指我的果园，说榴莲不可能在北纬25度自然生长，一定是用了特殊药物催花催熟，还配了几张不知道从哪里截来的模糊图片当证据。视频是匿名发布的，账号3天前才注册，但转发量已经破了5000，评论区更是一塌糊涂。我就说龙国种不出榴莲，种出来也是假的，举报。当天晚上，之前谈好的几个批发商陆续打来电话，语气客气，但态度明确。陈老板，现在网上闹得太凶了，消费者那边的顾虑，我们暂时先缓一缓。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对着头顶的星空发了很长时间的呆。这一次我没有去找是谁干的，也没有报警。第2天一早，我架起了手机，直播画面打开的时候，天才蒙蒙亮，镜头对准了果园里最大的一颗猫山王榴莲，它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果皮青绿，表面的短刺还没完全展开，晨露凝在果皮上，在镜头里泛着细腻的光。画面外的声音是我的，我先讲了1分钟，这颗果从开花到挂果用了多少天，然后我把手机从3脚架上取下来，拿在手里，走进了果园深处。大家好，我是云栖村的陈寻。我把镜头对着自己的脸停了1秒，然后翻转过去。最近有人说我的榴莲是药物催熟的，今天我带你们看一看一颗真正的榴莲是怎么长大的。我拿着手机从坡底的第1棵防风树开始拍，镜头扫过滴灌管道、有机肥堆、太阳能杀虫灯、树盘下的稻草覆盖层。我走到一棵挂果最多的榴莲树下，把镜头对准树干上贴着的追溯2维码。每一棵树都有独立的编号和生长记录，滴灌的精确用量、
施肥的有机成分，每月的土壤检测值。弹幕开始涌进来，一开始是几十条，然后是几百条，然后是几千条。镜头一转，屏幕变成投屏模式，我打开手机相册，把一份检测报告逐页展示在观众面前。省农检中心出具的土壤、灌溉水、果实样本3份报告，每一项指标都显示合格，农药残留全部为0，植物生长调节剂类物质未检出。弹幕炸了，白纸黑字的检测报告，这也太刚了吧，兄弟！实名制种榴莲第一人，有没有链接？我要买。我没有看弹幕，我走到一棵老树前，调转镜头，把树干上那些老旧的疤痕展示在画面里。我没有讲任何大道理，我说了一句：他差点死了好多次，我也差点放弃了好多次，但他活下来了，我也还在。我这个人不会用一把药毁了自己守了这么久的树，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说这么多。直播没有关，画面就对着那颗果子，从早晨一直挂到入夜，观看人数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破了5万、10万。到当天晚上，峰值达到了将近20万。评论区的高赞说，如果真有激素，他敢这么播吗？还有一条说，我从早上看到现在，就盯着这颗榴莲看了10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看哭了，谣言碎了一地。而我发现这片果园不再只是我的了，有人在评论区给每一颗果子起名字，有人把果实的成长做成日历，每天打卡。云养榴莲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在社交平台上开始疯传，有粉丝自发组建了辟谣楼，把我的直播回放逐帧截图，对照那些造谣视频里的所谓证据一条一条反驳。还有人扒出了发布谣言账号的 IP 地址，镇上最大的水果批发商。我没有追究，把心思全放在了即将成熟的果子上。第一批榴莲自然成熟是在一个清晨，我蹲在那棵老树下面，查看着最底部那颗果子的成熟度，果柄已经微微有些松动，这是完全成熟的信号。正在我考虑要不要人工采摘的时候，它自己掉了下来。那么沉的一个大家伙，从3-4米高的枝头坠落，穿过层层叠叠的叶片，砸在被稻草覆盖的松软土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扑通。青黄色的果壳从底部裂开了一道口子，然后那股味道像一只手一样从裂缝里伸出来，一把攥住了我的鼻子。该怎么跟你形容那股味道呢？那不是你在水果店里闻到的那种甜腻腻的气味，那是一种浓烈到近乎具有攻击性的香气，奶油、蜂蜜发酵的醇厚，好像不是从一个果子，而是从整片土地里蒸腾而出的，弥漫开来之后，连山脚下的几户人家都说闻到了。巡仔的榴莲熟了。二婶的大嗓门从村头传到了村尾，我弯下腰，顺着那道裂缝把果壳掰开了，咔的一声，果壳分成2半，然后我看到果肉了，金灿灿的，像凝住的阳光，饱满的几乎要从果腔里溢出来。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光泽，我用小刀切了一块放进嘴里，细腻绵软，入口即化，甜，但不是单纯的甜，复杂醇厚，有层次感。低温的缓慢生长让它的风味积累得极其充分，比我记忆里在海南吃过的最好的猫山王都不差。我掏出手机给李教授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我把手机对着那颗裂开的果子，老师熟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李教授说了一句话，甜度测了吗？还没测。我拿出糖度计，取了一点果肉汁液，滴在镜面上，凑到眼前看读数，38度，顶级猫山王的成熟标准是36度。我把数字报给李教授，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沉默了更久。他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发抖：陈寻，你这几年值了。第一批自然成熟的1000多颗榴莲，在48小时之内全部售罄，价格卖到了每斤60块，比进口猫山王还高。合作商老陈带着团队在现场蹲了2天，验了糖度、果重、农残检测，全部达标。他当场把所有能摘的果子全部牵走。我站在果园门口，看着一辆辆冷链车排队开出去，想起几年前我揣着300株弱苗走进这个园子的时候，连一辆3轮车都嫌多余的场景。想起山火那一夜，想起寒潮那一夜，想起断水那2个月，想起每一个凌晨3点打着灯在果园里授粉的清晨。全县第一个在北纬25度成功规模化种植榴莲的人。省农科院组织了专家组来调研，在我的果园里待了3天，记了厚厚一本数据。县融媒体中心扛着摄像机来了，省台文讯也来了。我站在镜头前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把镜头带到了果园里，因为真正的故事不在我身上，在树上。那天晚上，陈叔在村委会院子里摆了3桌酒，菜不精致，但实在。走地鸡白切，糖鱼清蒸，现摘的菜心用蒜蓉炒，还有一大盆红烧肉，油光锃亮。全村人坐满了3张圆桌，当初骂过我的人，帮过我的人，看过我笑话的人，
在寒潮之夜上山帮我堆过肥的人都坐在了一起。我站起来，端着酒杯，看着底下坐的满满当当的人，有陈叔，有当年在寒潮里上山帮过我的大爷，有帮我在山火里砍隔离带的大哥们，有在背后指指点点，后来又偷偷来帮忙的婶子们。角落里还有一个人，陈耀祖，他坐在最不起眼的位置，面前的那杯酒始终没有动。酒过三巡，我站起来说了几句话。陈叔，各位叔叔婶婶，我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院子里安静下来。现在果园产果子了，市场也打开了。今年的订单我自己这批果都不够卖，但往后订单只会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吃不下。我想带着大家一起种，成立一个合作社，我出苗出技术，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品牌销售，愿意加入的技术我免费教，苗木统一供应，赚了钱大家分。安静持续了大概3秒钟，然后被一阵私语声打破。免费教？还给苗？阿寻，你说了算。我干。陈叔在旁边看着，喝完杯中最后一口酒，站起来把杯子往桌上一顿。入社的明天来村委会签字。签约是在第2天上午10点，村委会的院子坐满了人，陈叔主持，我主讲。我把这几年积累的一套技术手册印发给大家，从选地、嫁接、定植到水肥管理、防寒防冻、花期调控、人工授粉，一条一条都写得清楚。有人举手问我，寻哥，这玩意儿几年能挂过？6到8年。底下有人倒吸凉气。那能等吗？我扫了一眼全场，说了一句话，只要你们愿意等，我就愿意交。签约的时候，那对中年夫妻挤到最前面，在入社申请书上按了手印。陈耀祖和他老婆散会后，人走得差不多了，他仍然站在角落里。我收拾桌上的材料，他一步一步地挪了过来，站在我面前，低着头，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做一场很难很难的挣扎。寻仔，他咳了2声，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一大圈。那年那58棵苗是我拔的。我没说话。山火那天晚上，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抖。我在你坡底下抽烟，想着你白天跟我说的那些话，越想越气，抽完就把烟头摁地上。我忘了踩面。他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声音已经不太成句了。这些年我天天睡不着，我天天从你果园门口路过，看着那些树一天天长大，我心里跟刀割一样。你差点被烧死，那些树差点被烧死，都是我害的。院子里安静的只剩下风吹纸张的声音。我看着面前这个大老爷们儿，哭得缩成一团，想起来那几年火海、灰烬、满山的浓烟、烧成焦炭的树苗，我胳膊上、脸上燎出来的水泡和至今还留在手背上的疤。我沉默了很久，久到他大概以为我不会再跟他说任何一句话了。然后我说：“拿来。”耀祖愣了一下，抬起泪眼朦胧的脸。入社申请书拿过来。他手忙脚乱地把那张皱巴巴的纸从兜里掏出来递给我。我从桌上拿起笔，在纸上签了4个字：同意，陈寻。耀祖哥，你那片地我帮你看过了，排水不行，得重新修水沟，下周我让挖掘机过去整。他一下子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的抖动着。他老婆站在旁边，眼眶也红了，小声说了句：“阿寻，对不住。”我拍了拍耀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出了村委会的院子。外面的太阳很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3年后，云栖村漫山遍野都是榴莲树，从最初的100亩变成300亩，又变成现在的上千亩。方圆几个村子的乡亲们也跟着种上了。从山顶往下看，深绿的树冠像海浪一样层层叠叠，沿着山势起伏绵延，一直漫到天边。又是一个4月天，站在果园最高处，整片山谷的榴莲花正在盛开，奶白色的花朵从老茎和粗枝上萌发出来，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远远望去，像一夜之间落了一场大雪。陈耀祖现在是合作社的技术骨干，管着一片50亩的新果园，他的嫁接成活率比我还高，去年被评为全县的优秀新型职业农民。他儿子考上了农大，学的也是果树专业。昨天有人站在村口新立的那块大牌子下面，仰头念上面的字：北纬25度榴莲之乡。然后回头问我：“陈寻，你当初怎么就觉得这事儿能成？”我想了想，把问题抛了回去：“你信数据吗？”“信。”“那就成。”远处一辆冷链车正缓缓开进村口，今年的订单比去年又翻了1倍，空气里弥漫着榴莲花特有的蜜糖般的甜香，从山坡上往下淌，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我愣了一下：“你说什么？”我说：“3年了，你还打算躺在这批老树上吃一辈子？”李教授站在果园里，拿手指关节敲了敲一棵猫山王树的树干。你那批野猫流针木虽然抗寒，但嫁接亲和力一直不是最理想的，挂果率上不去。一棵成年树产果量还不到海南产区的70%，你没算过这笔账？我算过，我当然算过。合作社扩到上千亩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同样的投入，同样的管护，亩产量就是比南方低一截。抗寒性是解决了，但针穗组合还不够优化，果实品质虽然好，单位面积产出跟不上。老师，您的意思是？李教授递过来一个文件夹，我翻开，
第一页是一份课题申报书的封面，耐寒优质榴莲砧木新品系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申报单位是华南农业大学热带果树研究所，合作单位栏里写着云栖村榴莲种植专业合作社，省科技厅今年的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李教授说，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但要干成这事儿，光靠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搞不行，你得把你这些年积累的田间数据全拿出来，咱们实打实地做一遍筛选比对。我翻了翻那份申报书，里面列的试验方案密密麻麻，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引进8个耐寒候选砧木品系，在云栖村建立品种比较试验园，连续观测亲和力、抗逆性、早产性、丰产性各项指标，还要做不同针穗组合的嫁接对比，不同海拔梯度的适应性实验，低产源改造示范。要几年？快则4、5年，慢则6、7年。干！我把文件夹合上，看着李教授，老头两鬓的白发比我几年前见他的时候多了不少，眼睛还是跟当年在实验室里教我嫁接的时候一样亮。他笑了笑，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字。新品种选育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另一个世界。省里的项目资金下来了，加上合作社这几年的利润，我建了一个占地30亩的品种比较试验园，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引进了8个野生和半野生的榴莲砧木品种。有的是当地老农手里讨来的，有的是通过李教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关系辗转搞到的。光是引种手续就跑了2个月，检疫、审批、隔离试种，每一步都不能省。试验园划成了24个小区，每个小区种同一个针穗组合，3重复随机区组排列。我带着2个农大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每天早上5点钟进园，测量株高、茎粗、叶片数、叶绿素含量，记录每一个组合的嫁接成活率、愈合时间、新梢生长量。最头疼的是抗寒性筛选。云栖村不是每年都有寒潮，等老天爷赏脸，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李教授从学校实验室里调了一台便携式低温培养箱过来，我们把不同砧木品种的接穗苗放进去，模拟零下3度的低温胁迫，然后用电导滤仪测细胞膜透性，用分光光度计测 SOD 酶活性。3年之后又3年，第6年头上一个编号叫 YN-7的砧木品系脱颖而出，它是云南某个海拔1200米的山区里找到的野生榴莲近缘种。当地人叫它石山榴，果实小，肉薄，没有商品价值，但根系能扎进石头缝里，耐寒、耐旱、耐极薄，几乎不怎么挑土壤。最关键是和猫山王接穗的亲和力出奇的好，嫁接成活率超过95%，愈合组织平滑紧密，嫁接口几乎看不出痕迹。更让人激动的是早产性。YN-7砧木组合的嫁接苗，最早的一批在定植后第5年就开始开花做果，比原来的野猫流砧木组合整整早了2年，而且枝条节间短，树冠紧凑，适合矮化密植。原来1亩地种20棵，现在能种30棵到35棵，单位面积产量直接翻了一些。我把第一批 YN-7砧木组合的嫁接苗育出来之后，做了一件之前计划之外的事，我把合作社所有果农召集到试验园里，现场做了一场对比展示。左边是传统砧木组合的4年生树，右边是 YN-7组合的4年生树。右边的树高虽然矮了一截，但分枝更多，树冠更紧凑，而且已经有零星的花苞了。这个新品种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云栖1号。我站在2排树中间，对着满院子的人说，它不是我的，是合作社的。从今天开始，所有愿意换种的苗木免费，不愿意换的继续用原来的管护方案，我不强制，但我要把数据说清楚。云栖1号砧木抗寒性比原来提高了1.5度，最低耐受温度从零下1度降到了零下2.5度，也就是说，在遇到那年那种零下3度的寒潮，冻伤率能从1/3降到1/10以下。底下安静了片刻，然后开始交头接耳，有人举起了手。阿寻，这东西好管不？比原来的还好管。我拍了拍那棵矮墩墩的树，砧木抗逆性强，病害少，省水省肥，技术规程我写好了，回头人手1本。换种从那年秋天开始，第一批跟着我换种的有40多户。陈耀祖第一个报了名，他拉着板车来苗圃拉苗的时候，我逗了他一句：“这次不用半夜来挖了。”他脸涨得通红，挠了挠后脑勺：“你小子能不能别提那茬了？”我笑着把苗装到他车上，1200株。装了满满3板车，但云栖1号真正的革新不在砧木上，在旱作驯化上。这个想法其实在李教授给我看第1组试验数据的时候就有了。我做过一个观察，同样的 YN-7砧木，同一批苗，在云栖村不同地块的表现差异很大。种在水肥条件最好、土壤最肥沃的那块地里的树，反而长得不如种在坡顶瘦地里的树。坡顶的树虽然长得慢，但更早开花，果实风味更浓。我把这个现象跟李教授讨论了好几个晚上，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假设：榴莲在接近逆境临界点的环境中，反而会启动更强烈的繁殖本能，就像当年断水胁迫逼出花苞一样。只不过那是在成年树上做短期胁迫，而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能不能从苗期开始就通过控制水肥来塑造树体的耐逆性记忆。说白了，就是让树从小就学会吃苦。我们从云栖1号的苗期开始做了一组对照试验，一组正常灌溉施肥，另一组在苗期进行适度的干旱驯化和低肥管理。结果出来了，
经过旱作驯化的苗，根系比对照组深了将近40厘米，木质化程度更高，移栽后缓苗期缩短了将近一半，定植成活率达到了97%以上。以前种榴莲，苗期管理是最让人头疼的环节，水多了落根，水少了旱死，肥多了烧苗。现在用旱作驯化过的云7-1号苗，管理难度直接降了一个数量级。用陈耀祖的话说，这玩意儿跟种橘子差不多，省心了。旱作驯化法和云7-1号砧木这2个东西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种植体系。我把整套技术规程整理出来，从砧木培育、嫁接育苗、苗期驯化到定植后的水肥管理、花期调控、防寒防冻，编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印着8个字：云7榴莲种植技术规程。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免费取阅，欢迎翻印。这本小册子后来被省农业厅收进了基层农技推广教材。合作社的门槛从那之后就没降下来过。方圆几十里的村子来取经的人排着队，我没时间一一接待，干脆在村委会腾了间屋子，办起了每月1期的培训班。陈耀组主讲嫁接和苗期管理，我讲砧木选育和水肥调控。来听课的人最多的一次挤了100多人，连走廊上都坐满了。到第7年，云7村和周边3个村子的榴莲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原先那片100亩母本园，现在成了整个合作社的种苗基地。李教授的研究所在云7村设了一个野外观测站，每年派研究生来做试验。村口那块北纬25度榴莲之乡的牌子还在，但旁边多了一块新的华南农业大学热带果树北移栽培试验示范基地。陈叔每次路过都要停下来看2眼，然后心满意足地背着手走了。那天省里的领导来视察，站在山顶往下看了一圈，问我：小陈，你觉得这个产业能做多大？我想了想，说了一句：只要气候允许的地方都能种。第2年春天，省农业农村厅把云7榴莲列入了全省1村1品示范项目。钱来了，不是那种撒一把就走的项目款，是真金白银的产业扶持。冷链物流中心、电商直播基地、榴莲加工车间，一栋一栋在村头建起来。过去果农们只管种，销售全靠等批发商上门来收。现在有了自己的冷链中心，榴莲摘下来直接进冷库，电商订单当天发货，最远卖到了东北和新疆，再也不用担心果子熟了没人要，价格被人压了。村集体的账上，那一年第一次出现了7位数的结余。陈叔把账本往桌上一摊，盯着那串数字看了整整5分钟，然后说了句：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第8年春天，云7村整村改造启动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不是政府包办的那种，是村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方案。3层连排别墅，门前带小院，屋顶装光伏板，外墙统一刷成奶白色，村道全部柏油化，两旁种满了小叶榄仁和三角梅。第一批交房那天，二婶站在她的新房子门口，上上下下看了3圈，然后转过身来拉着我的手，哇的一声就哭了。荀仔啊，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刚回来那年，我说你疯了，你还记不记婶子的仇？不记。我笑着说，您那碗红枣银耳汤早就抵了。她哭得更凶了。陈耀祖搬家那天，我没去帮忙。傍晚的时候，她来找我，站在我家院门口，手里拎着2瓶酒，跟很多年前她第一次来找我要苗的时候拎的那2瓶一模一样。这次不是来要苗的。她把酒往我手里一塞，这次是来敬你的。我接过来看了看，是好酒，比那年的好。走，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去坡上喝。我们坐在山顶上那棵最老的猫山王树下，就是当年我从海南拉回来的那批弱苗里编号37号的那棵。如今它已经长到7、8米高了，树干粗的一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每年挂果上百棵，是整片果园的老祖宗树。我们一人1口酒，对着满山的榴莲花喝了一晚上。荀仔，你说咱爹咱爷要是能看到现在，耀祖指着山下那片崭新的白墙红瓦，他们会不会觉得走错了村？我没答话，我扭头看着山下的村子，一排排崭新的别墅在月光下安静地站立着，屋顶的光伏板反射着淡淡的荧光。村道的路灯亮成一串，从山脚一直延伸到远方。远处的冷链物流中心还亮着灯，大概是在装今晚的最后一车货。空气里全是榴莲花的香味，从山坡上往下淌，从每一棵树上溢出来，铺满了整个山谷。我举起酒瓶，对着那棵老树的树干轻轻碰了一下，给你也喝一口。然后我仰头灌了一大口。耀祖在旁边哈哈大笑，笑声在山谷里传了很远。